语数机器人春晚一个后空翻火爆全网，有人开始嘲笑马斯克的 Optimus 居然只会慢跑。其实这根本不是同一个维度的较量。虽然这场大乱斗最后赢麻的还是咱们中国制造，但今天咱们得敢于面对中国 AI 最扎心的短板。看到科技底牌，不做跟风韭菜。点个关注，情报员 Lens 带你硬核拆解这背后的残酷真相。很多人觉得会后空翻肯定比会跑步厉害多了，这其实是对人工智能最大的误解。语数的机器人厉害吗？在机械制造上确实厉害，它靠着26个高自由度的关节和毫秒级响应的电机，把动作做到了极致流畅。但是划重点了各位，这叫预设动作。什么是预设？就好像拍电影，像空翻这种突破物理极限的高难度动作，工程师需要在实验室里把起跳力度、空中姿态一行一行写进代码里。他能在大街上平稳走路，但一旦要表演这种顶级杂技，他往往就需要按剧本演戏。而在不可控的真实世界里干活，光会背剧本是没用的。还记得早些年机器马拉松上需要遥控器干预的尴尬场面吗？这说明纯靠运动算法的堆砌，永远无法应付千变万化的现实。一句话扎心总结，它是一台极其精密、敏捷的超级机器，但离拥有自主干活的灵魂还有一段距离。现在我们再回头看马斯克发的那段被很多人嘲笑笨拙的 Optimus 跑步视频，他只是在跑个步，时速达到了11公里，确实远超人类快走极限，但相比后空翻似乎不够炫酷。但如果你懂底层算法，这段10几秒的视频足以让你冒冷汗，因为 Optimus 跑步是没有剧本的，他不用任何人指挥，他靠的是端到端的 AI 训练。他的脑袋里装着多模态传感器，当他跑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是在实时感知地面的真实状况。如果脚底哪怕滑了一下，他能在0.2秒内自主调整全身的重心来保持平衡。这整套动作完全贴合人类的生物力学规律，是他自己判断、自己执行的。一个是被遥控的特技演员，一个是能自主行动的实干家。这种巨大的反差，才是 Optimus 随便跑个步就能引爆全网的关键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马斯克根本不在乎机器人能不能给你翻跟头，他要的是机器人拥有自主决策的灵魂。当一个钢铁躯壳拥有了理解物理世界的大脑，这才是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降维打击。马斯克前段时间在投资论坛上直接开炮，现在市场上不少机器人都是花里胡哨的噱头，并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。这话极其刺耳，但一针见血。人形机器人的终极意义是什么？是去马戏团表演吗？不，是去恶劣的环境里替代劳动力。实用化才是机器人技术落地的唯一密码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家公司的商业底层逻辑完全不在一个频道。语数极其聪明，他们主打消费级市场，抓住了大众喜欢看高难度动作的心理，把硬件压榨到极致，并把入门级价格压到了3.99万人民币起。它的定位是走入普通家庭，当高科技教具，当酷炫玩伴。而特斯拉压住的是实用优先。Optimus 已经被派到了特斯拉工厂的流水线上试产，它能独立完成电池搬运、分拣零件，甚至能做叠衣服这些极其精细的任务。更恐怖的是，马斯克的目标是2026年建成100万台级的生产线，把单台成本压到2万美金以内。一个是几万块钱的家庭大玩具，一个是未来接管全球工厂，甚至推动全球财富指数级提升的通用劳动力。你告诉我，这怎么比？说到这里，肯定有人要在评论区开骂了。Lens， 你就是在无脑吹捧马斯克，咱们中国的技术就被你贬得一文不值。别急着敲键盘，情报员从不讲立场，只讲事实。在这场大乱斗中，中国确实握着一张绝对的王牌，但这张王牌绝不是舞台上的几个后空翻，而是隐藏在水面之下的供应链霸权。语数为什么能卖这么便宜？因为他们实现了85%的核心部件国产化。而马斯克为什么敢喊出2万美金量产的狂言？因为哪怕是代表着人类最高 AI 结晶的 Optimus 机器人，它身上也拥有高达43%来自中国供应链的零部件。发现了吗？不管马斯克的 AI 大脑进化得多么聪明，只要他想造出肉身，只要他想大幅下降成本，实现全球量产，他就永远绕不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。所以认清现实吧。
我们不需要用后空翻去掩盖我们在端到端自主 AI 上的落后。承认马斯克在灵魂塑造上的领先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沉迷于炫技的狂欢，忘了自己真正的护城河在哪里。当美国正在全力冲刺通用人工智能的圣杯时，中国制造正在成为这个硅基新物种不可或缺的血肉。我们不仅在见证前沿科技的突破，更是在托举着全球机器人产业的百年巨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各位朋友，当马斯克的 AI 灵魂注入了中国制造的钢铁之躯，这个诞生于中美交锋下的新物种，到底是人类的福音还是终结者？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神级预判。我是 Links， 带你看透科技背后的冰冷真相。咱们下期档案不见不散。